大家好，这里是大妈的多重宇宙，我是大妈。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今天继续读《乱世迷影》邱元老师的神书吧。这一共40多万字。今天还是读第2章《仙界、凡间、地狱、桃花源》，继续往下读，107页开始。好书不想错过细节，真的是只能逐字读道光9年，江苏人张吉星考中进士，由此步入官场。从道光16年开始，他被外放为山西肃平知府。9年后又出任陕西都粮道这个肥差。最开始，张道清是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理想，但此时清朝官场加速腐化的大环境不可能给他施展抱负的平台。他自己也缺少对抗逆流的魄力，最后只好在官场上和光同尘。这个人也贪，但比较有节制，保持着对黑暗官场的厌恶感。虽然干坏事，同时又有自我谴责意识。他写过一册《道贤宦海见闻录》，多次提到听戏，这是官场行贿打点活动当中的必备项目。陕西粮道辖西安府、前陆两直隶州共20余县，因系著名肥缺，比归所入甚多。每次皆系2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 B 燕窝烧烤，中席 E 鱼翅海参。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200余一斤，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至于北京城内，更是一派古乐升平的景象。那些打着祝寿庆贺名义入京的戏班，都把进北京城视为通天的第一步，要想尽办法斗艺争胜，就算没能被皇室看中，也要退而求其次，争取得到京城权贵和市民的认可追捧，获得在此立足的机会。进京戏班绝不会在庆典结束之后就立刻达到恢复。在嘉庆时期，鉴于其人过于沉迷戏剧，嘉庆皇帝还颁布过禁娱令，严禁北城的旗人前往南城戏院。朝廷甚至在由北城通往南城的重点要道宣武门加倍安排直岗巡城骑兵，盘查出城旗人，但根本来不住后者前往南城过戏影的热情。嘉庆11年11月，发生过一件和看戏有关的趣事。满洲御史和顺给嘉庆帝呈上一份奏折，说皇上您多次申斥八旗子弟禁逐歌唱，荒废满洲弓马骑射的劣迹，可现在依然有人我行我素，而其中一些人不只是听戏，居然还演唱戏文，值戏院演戏之日与戏班同台演出。嘉庆帝的火气就上来了，甘与幽灵为伍，实属有沾其人颜面。他让和顺即可彻查登台唱戏的旗人都有谁，把名字给列出来。和顺就点出涂桑阿、乌云珠、德泰等6人，这6人被捉拿到案，一审讯出事了。他们供称，和顺以前和我们有些过节，这回纯属公报私仇。我们登台唱戏的确属实，但和顺也老去戏园子听戏，他光知道举报别人，怎么不举报他自己呢？戏园子里看座的伙计王大都认得他，皇上您派人把王大叫过来对证一下，就全明白了。王大被传唤来还真不含糊，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呦喂，这不是何大人吗？我们那里的常客呀，以前为了抢座，何大人在我们院子里还跟别人吵过架呢。和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着皇上的面
现场编瞎话，说自己去戏园就是为搞调研，想统计一下京师奇人去戏园的情况，密为访查，理由太过牵强，一听就是现编的，岂能轻易糊弄过去？最后嘉庆帝下旨将和顺革职，发吉林充军。那6个唱戏的解送新疆伊犁军前夫苦役。类似这种介绍清代中期北京奇人社会和京城戏院娱乐行业的文字，国内相当丰富。笔者一向喜欢另类风格，打算另辟蹊径，看看外国人是怎么记录的。中国自古以天朝上国自居，历朝历代都少不了万邦来朝藩国共使、云集京师的大场面。明朝、清朝更是如此。在宗藩外交礼仪活动当中，必然要安排演戏。王侯将相都怀着一种浓厚的文化优越感，认为有机会把国粹艺术展现给藩邦使节，把对方熏陶一下，震撼一次，是个很骄傲的事儿。乾隆58年8月初10，就是1793年9月14日，远道而来的英国马格尔尼使团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虽然双方在外交、通商、贸易和税收等方面的谈判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不过出于怀柔远人以及皇帝马上要过生日等原因乾隆我看这个还后来一点这个往后来一点，稍微待会儿调一下不熟练再加一下，这样不行，稍微加一下加一下 OK， 这样舒服一些。乾隆58年8月初10，就是1793年9月14日，远道而来的马格尔尼使团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虽然双方在外交、通商、贸易和税收等方面的谈判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不过出于怀柔远人以及皇帝马上要过生日等原因，乾隆生日为农历8月13，所以在4天后，英国使团得到中方的盛情邀请，和其他国家使节一起陪同乾隆一块看戏。马格尔尼把这段经历写到他的出访日记当中。9月18日星期三，我们今日晨间入宫，应皇帝的邀请去看中国戏剧和他寿筵上的各种其他娱乐。戏剧早上8点钟开始，持续至正午。他坐在正对戏场的御座上，戏场较地面略低，戏场2座的厢座没有座位和隔间，女席在厢座的较高位置，用纱帘帐于前，他们因而可以享受看戏的乐趣，而不会被人所观。我们进来片刻，皇帝便召唤我和乔治·斯当东爵士奉他身边，侍奉他身边，并以屈尊降贵的语气告诉我们，我们在戏场看到的他这种年纪的人不必感到惊讶，因为他几乎不来此处，除非像眼下这种特殊的场合，因为考虑到他的广袤疆土和众多臣民，他必须拨冗参加这样的娱乐。观赏的戏包罗多种，有悲剧有喜剧，接演不停，而情节并不连贯，其中所演题材有属于历史的，有属于玩闹的，有咏有唱有念白，没有任何音乐的伴奏，充满情爱、战争、谋杀以及各种戏剧桥段。最后一折戏为大神怪戏，从他所受到的认可来看，我想可以说构想出人意料，设计尽量。在我看来，依我所理解的，他演的是大地与海洋的结婚，前者展示他的丰饶宝藏，有龙有象有虎有鸵鸟，有橡树松树以及各种树木，海洋亦不落后，在戏台上倾泻其领域之富有，除船只岩石
介蛤、海绵、珊瑚之外，还有鲸鱼、海豚、海狗、利维坦啊。圣经里描述着一种海怪以及其他海中巨兽，他们都有演员扮演，惟妙惟肖，极尽赞美。扮演海洋和大地的两队分别绕场速杂，然后混为一同至戏场前方盘旋有时，然后分为左右2部，把空间留给鲸鱼。它似乎是统领，摇摆前行，立于皇帝御座正对面，向坑内喷水数吨，水顷刻从地板漏洞中流走。这次喷射赢得鼓掌叫好，邻座的3位大佬欲让我领略其妙，反复高声吼哈好啊。马格尔迭的这段描述说明，因为文化差异太大，他显然没看懂，纯粹就是瞧个新鲜热闹。但他记述的细节却能反映当时戏剧表演与今天不同的若干特点。首先是演出时间，和现代人习惯过夜生活，重要公众娱乐演出大都安排在晚间不同。当时戏曲演出是在白天，皇家和民间都是如此。在蒋士权戏园的结尾一句也提到，曲中人善日过午，别求事似一饭充饥肠。散场时间是在中午。彼时戏园在一天演出安排叫三连轴戏，上午第一场叫早轴或前轴，午后第2场叫中轴或后轴，从下午到晚上上灯之前这场叫大轴。早轴档次最低，登台都是没名气的小演员，演的也是杂段领本。马格尔尼看的就是早轴，所以他描写的是包罗多种，有悲剧有喜剧，接演不停，而情节并不连贯。以乾隆皇帝这么显赫的身份也来看早轴，应该说是挺给英国人面子了。既然节目不精彩，早轴的价格也最低，蒋士权是个日子过得很拮据的穷京官，只能看早轴戏过穷瘾。叫得响的名伶大家和重量级的连本大戏都安排在中轴的后半段与大轴戏，就是到今天还常用的俗称压轴。大轴戏最迟在9时，下午5点至7点的后半段结束，全天的演出安排至此结束。戏园不安排夜场的原因很多，受技术条件限制，那时没有安全可靠的照明设备。演出场所分为开放式的戏台、戏楼和室内的戏院，前者3面开放，戏台最前面左右2边用柱子承重，完全采用自然采光。后者虽然在室内，能在顶棚上高挂灯笼，但蜡烛亮度不足，依然要打开4面高窗，让外面的自然光照射进来。室内的灯笼烛火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而且戏园子内本来人就多，空气污秽，不开窗户也没法通风透气，多点灯还容易走水失火。京城执行宵夜制度晨钟暮鼓勤打更，一到点准时关城门关石蜡石蜡就是城内的街市胡同被划分为上千个管片，用木质山栏分割，叫汛。大石蜡胡同就得名于此。尤其到南城听戏的其人必须赶在关城门前回本城，晚了回不去家。最后就是浓重的迷信观念了。西方有歌剧院幽灵，中国也有戏园子闹鬼。戏剧里少不了妖魔鬼怪的情节，大家就认为这些内容演多了，当某种意念在剧场里面的气场当中呢日积月累，攒到足够重，就会跑出来显灵作祟。在民间传统观念里，没闹过鬼，出过邪性事儿，好意思说这是戏园子吗？这地方向来是人鬼共享的神秘空间，阴阳相隔，黑白为鉴，白天大活人用，到晚上我们把大门锁好关严实，您各位神鬼妖仙就在里面随便折腾吧。其次就是马格尔迭看马格尔尼看戏的这座戏楼，即承德避暑山庄清音阁。清音阁有上中下3层，最下层的下方还有暗层，内部有各种机关，能设计移动布景、活动道具和喷泉等复杂的舞台美术置景效果，这是皇家独享。王宫私底戏楼和民间戏园不会有如此精巧的设计。3层戏楼从上到下分别为福台、露台、寿台，也可代指天界、凡间和阴曹地府。戏楼3面开放，剩下一面是一座夹楼，叫仙楼，里面有楼梯和夹层，可供演员在戏楼正面3层戏台之间
往返穿梭上下场。这种3层皇家御用戏楼适合表演故事情节宏大、场景变化密集的复杂剧情。还是李翰祥垂帘听政里看戏的那段，就是美猴王大闹天宫题材的安天会。托塔李天王、巨灵神等天兵天将在戏楼上中2层亮相，象征天界；美猴王与众猴在下层亮相，象征凡间花果山。当情节演绎到高潮紧张部分，用戏楼顶端绞盘把美猴王吊起来，通过贯通3层戏坛中间的天井和地井不断升降，象征在天地之间与天兵天将厮杀打斗。再如木莲救母，木莲先到阴间探寻生母，再去西天拜见如来佛祖，最后转入人世。3层戏楼能层次分明地表现天地鬼3界。相比于普通的单层戏台，3层大戏楼可以呈现多时空分布的立体化故事情节空间，让戏剧的舞台感染力更加显著。当大戏楼为皇家排演剧目，演职人员就不限于剧团成员，还要培训专人，一般呢都是宫内太监，操作机关道具，与正在上演的戏剧情节配合调度。机关道具更少不了日常维护，这又是一笔庞杂开销。一些在乾隆盛世时排演的连本大戏，到道同年间就不演了。原因之一就是大戏楼内机关道具年久失修，但因为国库空虚，无财力修缮，所以说别看只是演戏，但同样能从某个方面反映国势兴衰。清朝一共修建过5座三层大戏楼，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的2座都叫清音阁，分别在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和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被毁。故宫寿安楼故宫的寿安宫半戏楼在嘉庆4年被拆除，原址重修春喜殿后卷殿，目前不对外开放。故宫宁寿宫的畅音阁与颐和园的德和园大戏楼保存至今。英国史家马格尔尼写的很有趣，可惜他没看懂。另外还有一国的史家，他们不仅能看懂，出访中国的次数还更多，记录的也就比英国人更周详。他们的文字除了讲述来京的所见所闻各种经历外，还加入大篇幅的议论评述，充盈着丰富且细腻的个人感情色彩。这就是朝鲜人和他们的烟行路。明朝洪武25年也就是1392年，高丽权臣李成桂逼迫供让王尧禅让，自己在朝鲜半岛建立李氏朝鲜王朝。在随后500年里，朝鲜向明清两朝称臣，作为藩属国，要在每年元旦、冬至等节日及皇帝太子与重要皇室成员寿宴等重大意义的纪念日，派遣使团来京入贡。遇到皇帝登基大婚驾崩时，也需临时增派使团。中国皇帝送给朝鲜礼物，朝鲜也要派人来谢恩。朝鲜老王薨逝或新王继位，更要派人来告哀或请求册封。作为中国的近邻，朝鲜前往京师的路途最近，赶路也比较方便。使团从鸭绿江口附近的义州入境，取道辽东辽西走廊，入山海关，经永平、遵化、三河通县这条京东大路直达北京城。在永乐迁都之前，他们还得顺大运河南下前往南京。从鸭绿江入境赶往北京的单程耗时一般为50到60天。在整个明朝，朝鲜使团来华最频繁时，最多的一年高达8次，相当于第一使团还没走，第二使团已经进山海关，第三使团以鸭绿江口岸办签证，平均每年来华约4.5次，在所有藩国里是最勤快的，出访密度这么高，让明朝和朝鲜都颇有厌烦之感。
清朝入关之后，把规矩给改了，将常例招供次数大大压缩，让朝鲜不必每到节日都遣使入京，集中到每年冬至前来一次年贺招供就行。即便如此，朝鲜使团在清朝时平均每年来华依然超过 2.5 次。外交人员通常也是情报人员，即便是在宗祖和陈蕃之间也照样如此。朝鲜国王派遣使团要求成员必须把在华期间的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回来后向他如实禀报。使团成员个人也要写日记、写诗词、写各种有感而发的旅行游记。朝鲜把明清500年间历次访华入贡使团成员的各种官方和私人文字汇编在一起，集录成册，在明朝时叫《朝天录》，在清朝时期的就是《燕行录》。在清朝时来华的朝鲜使节内心都怀有更复杂的矛盾心态和好奇感。首先是朝鲜人和满人的民族恩怨观念。朝鲜并不是主动向清朝称臣，而是在1636年皇太极统领清军发动东征，一路打到汉城，就是今天的首尔，凭武力逼迫朝鲜国王签订城下之盟。1636年是丙子年，朝鲜称之为丙子胡乱，胡字是民族耻辱。相比汉人，朝鲜人和满人之间的联系更长远，积怨更深重。满人的先民是女真，朝鲜的先民是高丽，都是在白山黑水居住生存的民族。两者在唐朝末年、五代十国那会儿就开始打交道了。高丽和朝鲜都积极学习中原文化，以小中华自居，在文化上特别看不起诸如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北方胡族。然而，由于自身国力不盛，武备不强，这些胡人都曾对其发动过征服战争，蛮横要求他称臣，让他在战乱中受损，政治上蒙羞。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成为天朝上国的新统治者。这个以一代下的现实是朝鲜人从自身民族感情上极难接受的。他们把《朝天录》改叫《燕行录》，从名称含义的细微变化就能感觉出朝鲜人内心的怨念，以及通过小国民特有抠字眼的方式，拐弯抹角对清朝进行文化降格与政治贬低的心态。朝鲜人原本很迷信胡应不过100年的说法，认为凭武力征服的政权不能长久，天道轮回，不超过100年，胡人政权就会垮台。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就是如此，但清朝到乾隆年间已得天下超过100年，不仅没有垮台迹象，国力还处于上升阶段。在这个时期来华的朝鲜使节，一方面对满人依然心存芥蒂，另一方面又赞叹和羡慕此时清朝社会的繁华富饶。他们希望能通过观察蛛丝马迹来寻找答案。所以别看他们来华的次数比明朝时要少了，但记录反而的更加细致。就连路过直隶一个县城，遇到周围乡村的农民来赶集，市集上瓜果菜肉的价格，他们打听到了也都会记录下来。中国又是包罗万象的大国，有很多朝鲜不容易看到的东西，所以朝鲜人记录下来不少在华期间道听途说的趣闻。比如道光12年1832年来华的朝鲜人金景善在京城头一次见到俄罗斯人，俄罗斯又名阿罗斯，以其人鼻大，故或称大鼻达子，即蒙古别种也。其国盖在大漠外之绝域，史无所见，不知在何处。从清朝满人统治者这个角度去看，也很清楚朝鲜人这点小心思。咱对朝鲜人持征服者的心理优越感，但对朝鲜人呢，却一直持着征服者的心理优越感。朝鲜是小民族小国家，力量有限，就算反满也折腾不出多大动静，所以满人对朝鲜人没太多的提防心，和统治中原压制汉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清朝征服朝鲜后，对朝鲜人却不剃发不易服，约为兄弟盟邦。满人会在这个千年老约架面前刻意显摆，对来华的朝鲜使团给予诸多特殊优待，让使团成员有很宽松的自由活动空间。清朝允许朝鲜使团在京最长逗留2个月之久，
愿意多待些日子，就在此过年啊，过完元旦节再走，元宵节再走都行。在京期间，清朝官员会带他们游览皇家园囿，他们自己也会慕名前往京城内外周边各处名胜古迹游玩踏足。清朝还希望他们不要拘泥京城，苏州、杭州、南北通州有这些繁华热闹的地方，只要愿意去看，清朝会一路大开绿灯。朝鲜人尽管对满人和清朝常有微词，但毕竟国力的强弱差距就摆在那儿。中国社会的富饶清朝皇家园林殿宇的宏大营造规模和国家各种大典仪式的排场气势，这些都是朝鲜做不到的。朝鲜使节对此只能是既无奈又叹服。其次，清朝的满汉官僚与汉族文人士大夫对朝鲜使节最有好感。朝鲜向来有有宠如尊孔的风俗，与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价值观高度一致。在北京的各国使节多了，俄罗斯、暹罗、苏禄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国情文化相去甚远，在外交场合上，中方接待官员除了公事不公办、打官腔，私底下可没什么可聊的。但对朝鲜人不同，共同语言太多了。朝鲜作为藩邦小国，民族感情比较脆弱，自尊心极端敏感，对派遣入华的使团人员向来是精挑细选，都是汉语精通、儒学精通、谈吐不凡的文人官僚，生怕在中国文人面前失了面子。还有很特殊的一点，明朝给清朝国王颁赐藩王的衣服，朝鲜官府也是全面效仿明朝。清朝征服朝鲜，但不强迫朝鲜更衣冠，允许清朝使团就穿着这身官服来华从事各种招供礼仪活动。对于汉族官僚和文人士大夫来说，当他们见到身着故国衣冠的朝鲜使节，免不了激发感怀之念，对朝鲜使节的好感就更加强烈了。综上所述，就导致朝鲜使节来华期间自身有深入探查清朝社会百态的主观意识，而朝鲜官僚与汉族文人对他们也能摆出非常热情的欢迎姿态，给他们提供便利。因朝鲜使团可以在京逗留长达2个月，时间颇为充裕，使团成员办完公事也可以脱下官衣，以私人身份较为随意的和中方官员和社会人士交往，后者也热诚招待远来的贵客。京城里什么地方好玩热闹，一定要带着朝鲜客人去开开眼界。在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去前门外、宣武门外的大戏院里看戏消遣，让他们除了在官方活动中观赏皇家戏曲表演还有更多机会去欣赏京城民间社会成熟的商业戏剧表演。而且他们每年来华都集中在冬至、贺岁和皇帝过寿筵的日子，正好是喜庆气氛最浓烈、娱乐演出活动最密集、最精彩的过年期间。所以他们的游记有很多关于旧时北京南城戏院的描述。乾隆30年，洪大荣作为3节年贡兼谢恩使成员，随团赴京。他很早就对京城戏院有所耳闻，兴致高涨。经清朝有人介绍，在次年正月初4慕名到南城看戏。他记录正阳门外有10数座戏庄，自官征税有差，其大者创立之费银已有8、9万两，修改之功不与焉。此其淫靡杂剧，王政所必尽，为陆臣以来汉官威仪，历代章服，移民所耸瞻，后王所取法也，则非戏故也。凡楼台上下可坐垒百千人，凡欲观戏者，必先得戏主标纸粘于桌上，乃许其坐。一瞻之后，虽终日空坐，他人亦不敢轻。洪大荣燕行路外集，叫堪宣燕记之卷10场戏，这是他对京城戏园的第一印象，透露出很多信息。南方的戏班到北京演出，临时搭建的
彩棚戏台过于简陋，无法满足长期演出所需的硬件条件。作为高等级的文艺演出，戏剧也需要与之配套的高级戏院。早在明朝时，大石蜡就已经形成京城商业区。洪大荣说戏园的创立之费银已8-9万两，虽然是个很浮夸的虚数，但选址在大石蜡这种寸土寸金之地，肯定不便宜。京城戏园形成集中在南城正阳门外的前门大街、大石蜡胡同到宣武门外这一片地域，是清朝的政治风向变化直接导致的结果。修戏园不仅开销不菲，而且诸如舞台与包厢等都需要专业室内设计，商家大都忌惮经营风险，缺少魄力。京城初期的民间商业戏园是靠酒楼、茶馆来临时充当。这些服务场所的经营者把戏班请来，在室内辟出一块空地，搭建临时戏台。京城民间较早出现也是最著名的专业化戏园，即是会馆。清朝入关初年，把北城汉人迁出去，按照8旗方位安置骑兵，成了满城。南方各省人士来北京，东南沿海几省走大运河水道从京东来，中原和西北内地省走陆路从西北方向取到卢沟桥与宛平线，从广渠门进南城。他们大都选择在宣武门外落脚，各省官商士绅集中在这一带修建会馆。像和平门外西河沿大街的正乙寺戏楼，创建于康熙27年，到今天还在营业。它最早是在北京的浙江商人修建同乡会馆时内部兼修的一座戏楼，相当于驻京办礼堂。商人本身有钱，又是集资创办，财力颇为充足，确保戏楼具备专业设计和敞亮的建筑规模。戏楼最初还只是会馆内使用，后来有人觉得这么好的条件只是为了自娱自乐，实在可惜。何况为修会馆花了这么多钱，很希望能找一些创收的门道。如果改成对公众开放的商业戏院，既能提高利用率，还能赚钱，一举两得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类似的还有著名的湖广会馆，这地方在清朝中前期是几任汉族官员的私宅，直到嘉庆12年，由湖广记官绅集资重新修缮，才改为会馆。戏楼是在这次修缮中建造的，但这一次集中一共只有5000多两银子。戏楼建筑规模相对较小，因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崛起，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广籍官员在晚清政坛上表现抢眼，在朝中势力渐增。湖广会馆在光绪年间就得到了第2次修缮，这次集资多达19000两银子，得到大肆扩建，才有了今天看到的格局。既然是会馆，最初的功能是驻京办和同乡互助会，来给京述职的湖广籍官员和在大比之年进京赶考的湖广籍举子提供一个落脚点和联谊场所。随后一些人主要出于盈利的目的去开发它的商业用处，才把会馆内的戏楼开辟为对公众商演的戏园。至于专职戏园，则是在康熙后期和乾隆时期出现的一次兴建高潮。这时候戏剧表演在京城渐受欢迎，针对民众的商业化演出市场也逐渐成熟，商业风险逐渐降低。商家一看演出市场这么火，利润回本快，就热衷投资兴建戏园了。在康熙年间，戏园还主要集中在南城。到乾隆朝中后期，除皇宫和各王公府邸内纷纷修建私家戏楼外，北城对普通戏人开放营业的戏园曾增多之势。嘉庆4年4月，即乾隆驾崩3个月之后，嘉庆帝颁布一道谕旨，以担忧其人贪图享乐单费满足习俗为由，下令北城所有戏园必须逐次关闭，永远禁演。嘉庆8年，在故宫神武门发生陈德刺骂事件。嘉庆18年，更发生天理教徒潜入皇宫的武装暴动。
受了惊吓的嘉庆帝觉着北城甚至皇城都不安全了，除严加盘查人员，又再度重申和强化对北城的禁渔令。这导致自此以后，北城戏园、京城戏园再度改为集中修建在南城正阳门外前大街、大石蜡到宣武门外这一片地域。如此格局一直维持到民国初年。清朝初年，多尔衮下令汉人剃发易服，具体规定了一个时从时不从，有男从女不从，还有就是娼妓从而幽灵不从。从红石所见来看，证明这条属实，戏服道具不受影响，可以出现前朝服饰。随后的多位朝鲜使节也都注意并强调这点。天下皆尊满洲衣冠，而独具眼犹存华制。当时的戏园子没有卖票的规矩，而是卖座。戏园正门里左右两边各个柜台，先由掌柜大伙计给观众记名，在柜台红纸登记簿上记下观众的名姓大号。戏园有不同价位的坐席区域，观众对掌柜说清楚自己中意的坐席，掌柜再写好一张有观众姓名的厚纸条，由负责不同区域的茶房伙计引领观众前往就座。伙计把红纸粘在桌椅的边缘上，证明该位置属于这名观众。在道光3年来华的另一位朝鲜使团书状官徐有素还具体记述，戏园对价位较高的包厢与雅座可以提供至少提前1天的订座服务。观者欲送名帖及钱于戏屋，戏备售而附标于所住处。次日，观者至，各从其附标处坐，虽贵人豪客，亦不能夺以定之座。戏园脱胎于酒楼茶馆，所以保留了很多茶馆和酒楼的服务套路。别看这里是演戏的，但掌柜和伙计嘴上都要说卖的是茶座，观众掏的是喝茶钱，喊伙计叫茶坊，或者干脆叫领座的或者看座的。观众落座，伙计真就端上来盖碗沏好的热茶，而且还能续水。喝茶钱是按照当天演出的前后大3轴戏分3次收取。戏园内不同坐席区域有几位伙计负责，在前后轴戏演完之后，掌柜大伙计会亲自到各区巡查，叮咛管片的伙计按人头收下一轴戏的茶水钱。凡是赖着不走想白听戏的，叫蹭座或者听蹭戏的。上述这些规矩一直保持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在今天，虽然这些老规矩早就废除了，但称谓习惯作为语言习俗还在沿用。比如形容演出受欢迎就说是卖座，票房卖得好就说是上座率高，票房销售额下滑就说掉座了。连本大戏演出时间长达几个钟头观众免不了会饿。戏园提供瓜子糕点和简单的饭菜零食，就和茶馆一样。如果观众对酒食比较挑剔，戏园也允许观众带外食或者叫外卖，吃多了喝多了要上厕所也不必担心座位会被别人抢走，把茶碗放在桌上方便完了回来，凭贴在桌沿的字条认座。戏园提供这些服务，除了喝茶续水是免费的，其他的钱都收钱。客人可以先赊着，等戏演完散场了，拿自己的字条到前面柜台结账。对于一些身份显赫的客人，戏园还能够提供长期记账服务。等到某个时日，让伙计端着账单亲自登门结算消费。戏园里需要控制供应的餐饮，只有酒，怕观众喝多了撒疯闹事儿。洪大荣看戏这天是正月初4，正是大家有闲工夫过年的闲情雅致还很浓郁的时候。他对此没有充分预估，而且还来晚了。他向掌柜询问是否还有空座，被后者不耐烦地嗔怪一句：戏事已张，来何晚乎？这场戏早就开锣了，你怎么才来呀？洪氏看戏心切，当即表明身份。掌柜也是看人下菜碟的脾气，一听眼前这位是朝鲜大使，立刻满脸堆笑，先收下洪氏50文的加座钱，亮开嗓子吆喝：高丽老爷一位！在登记簿上写下名字，把写好名的
红纸条交给领座伙计，让他给洪大柔找个位子。不料当天戏园里满坑满谷，生意火爆，就伙计楼上楼下都找遍了，连夹座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回绝洪氏：“这位高丽大老爷，实在对不起，要不您改天再来好不好？”偏偏洪氏执意就要今天看戏，他瞧见2楼一张桌子旁正好有一个贴着纸条但没人坐的位子，知道这是别人预定的，就跟伙计说：“那我就先坐着看一会儿，什么时候人来了，我起身就走。”梆子由层梯引鱼登楼，遍查诸桌无空处。梆子亦以标指辞余，期以他日。余见楼东有贴纸标指而坐空者，请于梆子少坐以待坐主。出自洪大荣《燕行录外集》叫《堪宣燕记》之卷10场戏。文中出现3次的这个梆子，其实就是俚语高丽棒子的来历。朝鲜语中对仆役下人的称呼是梆子，朝鲜使者在本国叫习惯了，他们来华之后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口，对中国车夫、脚夫和戏园里的领座伙计等从业人员也这么称呼。中国人听起来颇有趣觉得很有趣，就把这些朝鲜人虐称为高丽梆子，逐渐演变成了高丽棒子。洪大荣执意要看戏，占了别人的定座。他刚坐下就发觉气氛不大对头，同座的几位中国戏迷脸上都表露出厌恶神色，同座者皆香口咸深，亦有厌苦色。既然彼时的戏园是卖座，那么遇到很受欢迎的精彩好戏，观众看戏的意愿就极为强烈。而正常坐席已经卖完时，戏园经营方在利益驱动下会酌情考虑卖佳作。满坑满谷这个词儿一看就知道形容是人多，还另有一层引申含义。过去戏园茶馆管桌椅等在地面上凸起用于待客的家具摆设物件叫山或者间这看来也是黑话。在桌子之间空出来供观众走动的过道，则是相对凹下去的地方，就是坑和谷。用满坑满谷来形容演出的盛况场面，意思是现在连走廊过道坐满人了，是更夸张的形容。但是问题也随之产生，当佳作卖多了，戏院内的环境肯定就差了，不仅谁都不好受，而且还会让那些买正常坐席的人心里很不平衡。我花钱到这儿来图的就是舒服快活，可不是来找别扭的。本来正常情况下坐800号人刚合适，现在你掌柜为多挣钱，硬往里塞了1000多号人，人挨人人挤人，我到这儿是看戏来了还是受罪来了呢？戏已经开演，伙计才把洪大柔带进来，占别人的定座，一看就是买佳作的，能不招人烦吗？佳作的价格最低，但2楼是价位较高的雅座，用今天坐飞机来比拟，就是他买一张经济舱的打折票，却非要赖在头等舱里边，更招人讨厌了。作为头一次逛戏园的朝鲜人，洪大柔初来乍到，光惦记着看戏，却不大明白这些讲究，一口气就犯了2个忌讳。通过观察同中国人的脸色，他猜到自己可能坏了戏园的规矩，也把这些经历写进游记。盖于自出墙瓜，盖大尾其俗，趁虚让座。正好这时还在演戏，中国戏迷的注意力很快重新回到舞台演出的内容上，继续沉迷在舞台演员的精彩表演和故事情节当中，已经没人再来补他这个不速之客了。于是记录过年才数日，一城1世纪兴，且观戏者多悠闲子弟，是以楼上楼下千百人伏红迎，以为戏场之伟观也。盖一场人山人海，寂然无花声。虽元当汉，俗时喜静，至戏事浓奇，奇笑如雷。卖佳作是过去戏园长期存在的现象，也是经营方与观众之间存在的传统矛盾。就是戏园的标准常设座席大致在600到800座之间，如果一场戏只卖出200-300座，这个数只能算惨淡经营；超过1000座绝对是场面火爆，但这个数肯定是靠临时卖佳作获得的。
马山立说过一个传统相声卖挂票，讲的就是戏园卖佳作的事，内容不算太夸张，因为过去每当有万人争睹的好戏上演时，那场面还真的是四周加凳子，尺地一圈钱1元钱。这时候戏园经营方式虽不至于卖挂票，但时常会卖站票。此外还有提供一个极具观赏性的服务项目，打手巾板。手巾是戏园提供的用开水烫洗的白手巾，上面稍微喷洒些花露水之类的廉价香精，夏天还会用冷水震一下，3-4个铜钱就能用一条，既可以擦拭手脸，敷在脸上还能提神醒脑。虽然戏园内空间很宽绰，但上千口的人同时挤进来，又没有散热通风设备，吵闹喧嚣，乌烟瘴气，环境极差。观众看戏时间久了就会感觉乏累，这时候对手巾板的需求就会骤然增加。刚烫好的手巾都是10条或20条整整齐齐码放成一摞，伙计用铜盘或竹盘托挤着进来，他要送给2楼伙计，不用走楼梯送上去，而是飞上去。1楼的伙计喊一声飞走就起来了，运力上抛，2楼的伙计也要喊着得着了，稳稳当当的接住，底下的扔上去什么样，上面接过来的还得是什么样。这摞手巾不能散了包，如果扔个天女散花，会招来满堂哄笑，是特别丢面子的事儿。如果有客人需要手巾，伙计虽然嘴上说递过去，其实也是展开手巾抖开了，一甩手腕，让他打着转飞过去。这里面更有讲究，首先伙计飞手巾要有表演性质，什么张飞骗马呀、苏秦背剑呐，他必须做出一套赏心悦目的亮相动作，跟杂技演戏差不多。其次强调飘准稳，甭管从1楼往2楼飞，还是从东北角往西南角上飞，要让高速旋转的手巾在戏园上空飞出一道飘逸的弧线，准确无误地飞到观众手中，让他伸手就能接住。飞手巾是过去戏园里一景，一直持续到国民党时期。上世纪30年代，有一位戏剧改良家徐慕云很看不惯北京戏园这些风俗，写了一篇名为《改良中国戏曲意见书》的抨击文章。手巾把满园横飞，汗臭气触鼻欲呕，犹招外人憎厌。时值国民党北平市长的袁良很看重这篇文章，立即通过北平市社会局发布一套训令，要求各大戏院限期整改包括飞手巾在内的各种陈规陋习。乾隆59年正月初3这天，另一位朝鲜使节李在学也到大石蜡看戏。和洪氏牧民看戏不同，他进戏院是闲得没事干，纯属偶然。在《燕行录全集》中有关于这次经历的记录。正月初1、初2，朝鲜使团在京的行程安排最紧密。初1是旧历新年元旦，历朝历代都要举办最隆重的征旦大朝会，清朝也不例外。典礼在故宫太阿殿举行，各国使节要入贺殿庭。作为享受兄弟盟邦恩遇的藩国，在初1、初2和元旦节这3天里，朝鲜使节还要分别前往故宫保和殿与中南海紫光阁参加有皇帝御驾亲临的外藩宴。期间还有清廷安排的各种宫廷娱乐演出活动。从初3到正月14的10多天里，没有官方安排可以自由活动，也就是说初1、初2忙2天，到初3就突然闲下来了。李在学在北京没有朋友，待在驿馆也无事可做，他想出去走走。这是过年期间，街市上铺面商号全部上班歇业，实在没地方去，满大街瞎晃荡。当走到正阳门外，他忽然发现路上行人多了，3两成群，一个个脸上意兴盎然，而且都往同一个地方去。他拦下一个行人询问，行中诸人多往见者，故问其状。行人告诉他，他们到大石蜡看戏去。李在学的好奇心顿时被勾起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也凑个热闹去呗。
娱乐行业在经营活动的时间上也有一些特殊性，普通大众是在闲暇业余时间才会展开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吃娱乐行业这碗饭，就要充分利用别人的闲工夫做假日休闲生意。因此，这个行业的作息规律与其他行业是相反的。别人忙的时候，他特别闲，生意没啥起色；别人都放假了，他反倒忙起来，生意最好。一到年根底下，各行各业最忙到，但戏班在此时的演出安排顶多到腊月中旬末尾，一般是腊月18到19日就要正式休演放假，行话叫封箱。然后全体成员捧着祖师爷牌位，先找家大饭庄聚餐，发红包分赏金，有敬酒自然还有罚酒。班主在此期间物色一个合适的机会，当着大家面说官话，讲公事，主要内容是给这一年做工总结报告和个人业绩评定，并正式公布一些人事任免安排。去年表现非常突出的，借这个机会就再多夸2句，多发个红包；表现实在糟糕的，这也要当面告知。回去之后收拾铺盖卷走人吧，本班不再聘用了。到大年初一，别人过年放假，但对于戏班来说却是新年开工的头一天，一直到正月15这个年才算过完。大家在过年期间都有闲工夫，玩心最盛。戏院演出的上座率最高，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贺岁档。在晚清同治之后，每年初一、初二，梨园名伶还要集中起来完成内廷承印的重任，就是进宫给皇家演出，真是既挣钱又捞名气。正因为如此，戏班老板最看重开年戏。接下来这一年运势好不好，就看开年戏是不是能干脆利落一炮响。如果开年戏出了什么闪失漏的，全班上下都得臊眉搭怂眼的别扭一整年。既然李在学是出于解闷目的进了戏院，他对唱戏本身也没多大兴趣，就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票价、票源、内部环境、舞台格局与室内装潢等细节方面。他记录啊，一台构层楼，3面复道，共100余间，排列盘凳、茶盅、香炉之属排室，来玩人各付票钱78文，有票钱后10许座。阁中栏下稍北坐场戏，皆乐庆少武4字。柱之左右排课题：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妻、学朋友，会千古忠孝节义，历历说道逢场，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得失悲欢，重容教演戏。50字啊，阁后藏戏剧乐曲。李在学《燕行录全集》第58册130页。李在学进戏园花78文钱，这价格是1楼散座区。他进来之后，只要抬起头四下打量，就能看到戏园的整体格局。戏园像一个3层高的四方盒子，一进大门，正对面是戏台，另外3面是屋廊，呈非常规整的O字。屋廊下叫散座，中心区域叫池座，合称散座。区别在于邻座区是方桌方凳，池座是长条板凳。长条板凳间长条桌摆放的方向很特别，两头分别对着戏台和大门。坐在池座的人不是正脸看戏台，而是一侧的耳朵对着戏台。专挑池座的人号称是普天下最懂的戏迷，他们是名副其实来听戏的听众，而不是来看戏的。里面不少人还得故作姿态，要闭着眼睛摇头晃脑的听，喊好还得喊在节骨眼上，凭此显摆自己高深的欣赏水准。是这样的吗？戏剧对他们而言是单纯的听觉享受，谁要睁开眼睛扭头往台上瞧，那就算是现眼露怯了，要被人取笑的。
戏园大门两边有楼梯，二楼也是三面房廊，但不设散座，专为高价位的雅座，也就是官座以及包厢。最上面挑起来一层，专用开间窗，便于通风采光。屋顶没有天花板，直接能看见大梁架子，营造一个高畅透亮的空间，让演唱的声乐能在其中回响震荡，能提供更好的听觉享受。天棚大梁垂下来10几条用于挂灯笼的细铁链，可惜李代学的方向感不强。他说：“阁中栏下，稍北做戏场。”这个描述中的方向彻底错了。中国传统建筑，无论皇宫、寺院还是四合院这种普通民居，都是坐北朝南，以北房为正殿或正房，大门朝南开。但是戏园的朝向是相反的，大部分坐南朝北，少数坐东朝西。李代学提到的戏场，就是位于1楼的戏台，靠南或靠东侧，演员表现对着北面或者西面。无论故宫畅音阁这种官家戏楼，还是湖广会馆这种民间商业戏院，都是如此。中国传统习惯是以背北面南为尊，但是伶人再出名，再能通天下，他还是下九流里伺候人的戏子，社会身份不会改变。既然如此，在特别讲究尊卑有序的时刻，怎么能让卑微的戏子占了北面的上首尊位，来让看戏的那些真正有身份的贵人委屈在南边的末座呢？戏台其实是在戏园内搭建的2层亭阁，第1层就是舞台，因为要让对面上下2层观众欣赏，所以也要有2层挑高。台基由砖头马砌3面突出，边沿有约半米的为栏杆围绕，最前面对着观众区呢叫台口，左右各有1根立柱，垂挂对联，就是李在学说的柱之左右碑刻。中间的亭檐下悬挂横批匾额，李在学把对联和匾额内容也记下来。以此考证，他去的这家戏园很可能就是乾隆年重修后的广和楼，位于前门大街的东侧。戏台靠后有2个挂门帘的小门，供演员上下场。以观众为中心，左边为上场门，门帘上或者门匾上写着出江，右边为下场门，写着入巷。戏台上面还有半层，这是一个不对外开放的暗层，朝向观众的3面用木板或布幔遮挡视线，中间有一口天井，是整个戏台上唯一的道具机关。比如当上演《窦娥冤》这种戏，会有人爬到这个暗层，从天井里往下撒碎纸末，模拟6月雪。广和楼的地段最好位置最醒目，许多朝鲜使节都来过，一来二去对这里也就熟悉了。让广和楼在朝鲜都有了名气。道光10年1830年正月24，又有一位朝鲜使节姜时永慕名到这里听戏，他是在北京的汉族友人邀请下一起来的。这位朋友家境殷实，出手很大方，直接带他进了标价4两银子的2楼雅座包间。在看戏时，既有朋友在一边给他热情讲解，还能享受雅座区独有的高级服务，也让他知道一些在散座区探查不到的内情。楼上间间张阁，而每设床、桌、椅子，所以处观剧之人。而每间夜营4两，饮食之需亦入其中云。黄明时巨士扎氏，建戏楼于此，便曰扎楼。清人改为广和戏楼。既上楼依廊而坐，酒保敬酒列于桌上，如南京西凉史国公葡萄之属，品几40余种，予以数品沾唇，酒保旋即撤去。次以蔬菜来列，菜品亦为40余种，须臾撤去。
如丙属、汤属、制属、果属，皆以类而进，各准40余种，器皿无一跌尽。楼上下几千人，一时共窥，无差池，甚是壮观。姜时永《燕行录全集》第69册231页。此时北京城一个普通八旗兵的月俸也不过3-4两银子，包间价格已经相当于骑兵1个月的工资，是如假包换的高消费。姜时永也详细陈述了包座的享受。4两银子包含这些酒食菜肴果品，也算应了1分钱1分货这句话。招待档次的确比3座高多了。2楼所有雅座包间统称官座，用实木板或活动屏风隔开。戏园对官座的排序标号采取天时地利人和与数字搭配的方式，一定要注意方向。2楼这个欧字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凹下去的口是戏台，位于左右两侧的包厢分别为地利天时，下面一横是人和。位于天时与地利的官座是从凹字的右下角和左下角开始竖起，按照由下往上的顺序标号，天或者地字头官，天或者地字2官，天或者地字3官。当数到最顶头，到达凹字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和左上角2个包厢，不再按顺序排座，而是改叫天或者地字道官，俗称道官座。位于下面的一横人和是从最中间这间包厢开始数，叫人字头官，以其为中心，左右两侧包厢按照由近及远和一边单数一边双数的规则，依次为人字2官、人字3官等等。是不同戏园建筑规模的大小，左右两翼的天地字号官座可以隔出5到8间包厢，单双数皆可，但下面一横的人字号官座，通常而言包间数要小于2翼，而且只有单数，因为必须重点突出人字头官这间包厢。它位于戏园2楼北侧正中央，位置最显赫，居高临下，正对戏台，观赏角度最佳。有能力做到这个包厢消费的观众都是非富即贵的大人物。戏园经营者很有针对性的给这个包厢留出最大的面积，摆上昂贵的家具陈设，做最豪华的装潢，当然其价位也最高昂。3年之后的道光13年正月初5，又有一位朝鲜使节金景善前往广德楼戏园，他记下广德楼人字头官包厢的价格是10两银子。姜世永并没说明他在广和楼所做包厢的位置，不过广和楼是京城数1数2的大戏园，消费档次比起广德楼那是只高不低。从4两银子的价格看，在广和楼2层诸多官座里还属于中等偏下。姜世宇当天看了4出戏，有击鼓骂曹、天水关这2个从《三国演义》故事中改编的经典剧目，还有2出戏分别叫《蝴蝶梦》和《荣归》，这2出戏后来都改编为京剧，那就是大劈关和马前泼水。其中《蝴蝶梦》是当时过年时段才集中上演的所谓迎欢谢戏求戏。这个戏的情节内容里有很多淫邪思想，会让人看后想入非非，相当于少儿不宜题材。平时官府查得很严，戏园很少演，只有到了过年，大家寻欢作乐的心态比较强烈，官府在这时候也不愿意扫大家的兴致，睁眼闭只眼就算了。姜世永特别提到，在《荣归》里的朱前臣前妻和《蝴蝶梦》里的庄周妻田氏这2个角色是同一个男旦扮演的，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个男旦的身段姿色。像所谓买臣妻者，妇扮作庄周妻，彩衣变为素妇，而故事一人，即所谓戏场杀无旦。此是15、16岁男子，而形貌绝佳，态度淑艳，肌肤与首饰依似女子，低视而难办，可谓倾国之色。余闻南京人做戏剧，先以千金周行海内买得此物，然后使备戏器来游。北京而以男色优劣定其戏场高下。今此戏场为皇城第一，
故杀无旦，意为极品云。有熟人来看戏时效果最好啊，比一个人冒冒失失跑进来傻看热闹强多了。中国戏迷朋友呢，热情好客，出手阔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让蒋时勇品尝到满桌的珍馐美味，既让他走马观花的欣赏到面子上的良辰美景，还深入浅出的告诉他面子下隐藏的柳暗花明。不仅同时得到视听嗅味三大感官享受，还让他摸着门道，开了花窍。他很聪明，已经点到了窗户纸上，意犹未尽，吹嘘一顿，又恰到好处，没有把这张窗户纸捅破。清代不允许正规戏班有女戏子，戏剧中所有女性角色都由男旦扮饰演。明清两朝还禁止官员嫖妓，官员逛青楼吃花酒被视为比正，并写进皇明大号和大清律典当中，违反禁令者要受到严厉惩处。但人的某些欲望并不会随着律法禁令一起停滞，你把这个渠道堵住了，他必然会想办法找其他渠道。这就导致明清时代的上层官绅阶级经常刮南风，戏班是重点过风区，很多模样俊秀的年轻小男旦私底下兼做皮肉营生。旧时的黑话把这些人称作相公，他们与嫖客互相联络的场所称作相公堂子。那些专爱到戏园和男旦拉关系、有同性恋癖好的主顾被称作老斗。男旦兼做相公，卖艺卖笑还卖身，是当时戏班子的普遍现象。即使是某些大角也是兼当男旦登台唱戏，同时又开相公馆堂子。参考《燕京杂记》齐如山清代名角录徐大夫金台残泪记木如盖灵历卷1。姜世友在文中提到一个杀无旦，是在现场听中国朋友讲述，不知道这3个字的正确写法，其实是假欧旦，只兼做相公生意的男旦。这个词也有2层意思。首先，当一个男旦被人如此称呼时，也就意味着他已经不是偷偷摸摸很隐蔽的做相公，而是大家都知道了，是公开了身份。其次，这种男旦拜师学艺不是在专业戏班，而是直接投在相公堂子里，通常是自己只有几岁光影时就被相公堂子的经营者，也就是他师傅，也是男旦，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孩子，都是穷苦人家出身，爹妈养不起的，生下来扔在荒郊野地，任其自生自灭的。相公堂子的经营者主要参照身段相貌方面的因素，把这种孩子买来加以调教，除了教他学戏，还教他唱曲、喝酒、牌九、画画等宴席社交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应酬技能。说白了，就是给老斗这个是斗生恩斗米恩，不对，就是斗。那个老斗提供3陪服务的专业相公男旦。这个特点让戏园还有一个极其另类的隐晦功能，男同性恋的交友场所。就如蒋时勇这段文字最后所讲，北京而以男色优劣定其戏场高下，一些男戏班和戏院享誉四方，在京城拔头份，其中既有硬件档次高、戏唱得好这2方面因素，再有就是这里的男旦姿色最佳。这个特点也影响到戏院2楼包厢的定价。2楼欧字左上角和右上角的包厢也分别叫做地字道观和天字道观，这2个位置已经顶到戏园观众区的南墙，和戏台的末端平行。演出开始，其他观众是正面或者侧身朝前看戏，坐在这2个包厢的群众却要倒过来朝斜后方看戏，而且只能看到戏台上演员的斜背影，所以叫道观座。地字道观和天字道观的价格就和他们的名字一样，堪称天地之别。地字道观是所有包厢里面价格最低的，这个位置紧挨着上场门，演员从上场门登台亮相往戏台中厅走，
身在地字道观倒霉观众看戏角度最差，一场戏看下来什么都没瞅见，光记着演员的后脑勺了。用句玩笑话说，选择坐这个位置只适合看战长沙，能够充分研究一下魏延的反骨。而另一侧身处天字道观的观众，虽然在演出大部分时间看到的也是后脑勺，不过这个位置紧挨着下场门，可就看到了戏外戏。南旦从下场门下场，正好能和天字道观坐的观众打个照面。楼上包厢里的老斗往下瞧，正下场的相公挑起眼角，微微往上瞥，四目相对，无需开口，各自心里想的是什么意思，对方就领悟到了。南旦下场还可以通过微微撩起来的门脸缝和那位好南风的观众眉目传情。道光年间，有一位福建人张继亮在流经时和其他3位文人并称为道光四子。他写的《金台残泪记》里面有一句话，短短10个字就把内情说得更为透彻。夹旦者曰斗，争坐下场门。戏园的伙计见多识广，一遇到那种2楼包厢，分明还有不少空座，但专门跑来订天字道观座的主顾，甭多问，这种人10之8九是老斗，早就见多不怪了。别人到戏院是来看戏的，他们是跑来闻屁香的。而且伙计们还能注意到，这点癖好在平时不显山不漏水，实在看不出来。一旦出现某种可以供其表现出来的平台，才发现原来好这口的人还真不少。既然天字道观因其特殊的位置能为老斗与相公沟通关系提供便利，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有人提供相应的服务，何况这个市场还不小呢。戏园经营方绝不会忽视这门生意，会对老斗们下狠手痛宰。很多大戏门的天字道观座平时不设统一价格，而是采取浮动调节制。每当上演南旦戏时，就对这个包厢采取临时坐地抬价的招数，其价格甚至能和人字头观包厢看齐。尽管如此，依然挡不住一部分富豪老斗的热情。晚清时，京城有一首竹枝词，专门是讲述这个现象的。茶园楼上醉销魂，老斗钱多气象浑。但得隔帘微现笑，千金难买下场门。即便排除有男同性恋内涵的服务，2楼观座包厢也是戏园最看重的赢钱根子。对于经营者来说，1楼散座虽然多，价格也低，笔者可以用当时另一种很流行的文化娱乐活动来做对比，那就是去茶馆听评书。笔者所著《茶馆之殇》中曾提到过道光年间包衣其人穆其贤的个人日记《闲窗入梦》，里面提到听一次评书的费用是120文，由茶馆20文和听书钱100文组成。乾隆55年，李代学在戏园散座区的消费是78文。张继亮和穆其贤都是道光时代的人，他们记录的散座价格已经涨到了一座100钱。更有意思的是，张继亮还曾提到，当时戏园经营者就已经出现针对未成年人的售票业务。1楼廊下的散座会卖半价的儿童票，童子半只，曰少票，持心无童子座，属曰持心不卖少。张继亮所称100文的散座钱，这里还包含了茶钱，总价比听评书的消费还低20文。要知道，说书不需要太多的演出成本，还不用乐器伴奏，带着张嘴来就行了。听评书是消费相对低廉的娱乐活动，唱戏则不一样。戏班里那么多人，戏院在演出时产生的各种运营开销都是没法省下的成本。现在散座的价格反而比听评书还便宜，经营者就别指望能从这里赚钱。靠散客吃饭，这戏园撑不了就得关张，老板伙计都得干瞪眼喝西北风去。经营者的实际盘算大致如此，只要您掏钱进来了，就是来捧我们买卖的，您就是爷。掌柜和伙计必得恭恭敬敬、爷长爷短的称呼你，这是基本的职业道德。但是散座与官座是有人场和钱场的区别，前者强调薄利多销，重点追求的是量，把
把上座率提上来了，能给戏院博名声。没有一楼散客帮着我们捧人场，戏院里面不热闹，而后者才是真有钱，出手真阔气。他们在此的消费才是主要利润来源。名利这两个字里是联系在一起的。散座扬名，观座得利，名利兼收。戏园经营者对此看得一清二楚。因此，戏园经营者会想方设法从2楼观座观众里兜里挣钱。领座伙计除了要给东家挣钱，也得耍点小聪明，从观众那里给自己捞点小费。这里面的门道更是多了去。比如说，资深戏迷很有针对性，不会什么戏都看，只钟情自己最欣赏的梨园名家。我愿意到戏楼，就是奔着谭金培或者马连良来的。我只捧谭老板和马老板的戏，别人的戏唱得再好，我也不去看。每当遇到这种专业粉丝型的戏迷，就给戏园捞钱提供了好机会。戏园都要提前给演出打广告，最常见的是打水牌子，一块木板漆成黑色或者红色，用白粉料或猪料兑成墨汁，在上面写字，自己干了用水冲一冲就掉了，所以叫水牌子。节目不会都写上，一般只写来头最大的名家和他的压轴戏。为达到吸引器皿和制造话题的效果，标题和措辞还要故作夸张。梨园泰斗、灵界大王、谭金培、红鬃烈马、全本列场等等，再把写好的水牌子支在戏园大门口外，让街口上过往行人都能看见。还有一种叫发帖子，红底黑字的宣传册，书写内容跟水牌子一样，很像今天发小广告。伙计装好大褂，胳膊底下夹着一沓。白天打宣武门进北城，先直奔各大茶馆。茶馆是北城最常见的公共社交场所，信息传播效果最好。看哪张茶座围坐的人多，伙计赶紧凑上去递上一张，扭头直奔下一张。茶馆差不多发完了，再去串几个大宅门。宅门里的老爷都是有钱有身份的戏民，伙计没有资格直接把帖子呈荐给老爷，而是呈交给府上的管事先生，也就是管家，强调都是贵府老爷最中意的谭老板的压轴戏，在明天下午4点半前后，到时园子里必定是满坑满谷，要不要先订上个座？对老爷脾气秉性了如指掌的管事先生十有八九就会答应。而且我家老爷这么有身份的人，凭他的派头怎么能屈尊降贵坐在1楼的散座呢？官座必须得官座。订座的钱可以攒到了日子再结，但此时管事先生必得先掏出一份零钱赏给这位伙计，说2句表示答谢的场面话。难得您有这份心，大老远跑来一趟挺辛苦，买包茶叶解解渴吧。看到这里，如果你认为伙计的小费就是赚这点跑腿的辛苦钱，那就错了。他的外快大头是接下来的卖黑座。这位大宅门的老爷虽是谭金培的戏迷，并且只听谭金培唱戏。现在伙计已经把谭金培的具体登场时间告诉对方，那他只在明天下午4点来看戏园。但是戏园并不会因此给他看戏提供打折优惠，他掏的地座钱依然是明天下午整场后轴戏的全价，1分不少。伙计可以利用这里面的时间差，将这个官座在4点以前的时段采取类似团购的方式偷偷再卖一次，把原价减半或者减为1/3，再均分成20-30份卖给相应数量的观众，并告知他后轴戏开演时你们就大大方方的到这个官座来看，但你们属于捡便宜，所以除了喝茶，其他酒水果盘珍馐一概没有，而且只能看到4点整。那剩下半个钟头我得规制一下，别让人这正主看出破绽来。说4点就4点，你可别到时候看上你了赖着不走，给我找麻烦。卖黑座非常显眼，人多嘴杂，单凭伙计个人操作根本瞒不住。这种事背后都有戏园掌柜的默许纵容，由此带来的灰色利益自然也会由戏园和伙计分享，而且戏园会从中拿大头。如果今天这位老爷今天兴致高啊，戏台上谭金培又发挥得好，这位老爷就有资格提出和谭金培单独会晤的请求。就像《霸王别姬》里的片段，袁四爷这种有权有势还有懂戏的大人物，他觉得哪个演员不错，就直接到后台来会晤，这也是赏戏形式中的一种。既然是赏戏，头次见面不能空手就来，会送给演员一份厚礼。有此信誉的演员，就像
电影里程蝶衣说，这是袁四爷有心栽培咱们。当这种有权势的戏迷想和他中意的戏子单独交流，最常见的沟通渠道就是请戏园的掌柜、伙计或者班主出面担当穿针引线的介绍人，后者肯定殷勤周到，乐意效劳，这种事不能白干。为老爷跑腿传话得到的好处极为优厚，不是几吊钱的小钱，而且是直接得银子。那么从乾隆30年前的洪大荣到道光10年的蒋时勇，前后跨越60多年，这些朝鲜使节讲了他们逛戏园子的故事，但他们看到的还不是京剧，而是昆曲和各种地方杂戏。虽然在乾隆末年有徽班进京，但这个时期京剧还是在母体子宫内孕育的胎儿尚未降生。在整个清朝，戏剧始终受政治文化风向的影响，统治者的个人爱好与其相关行政决策的出台，对戏剧行业发展变化的干预效果特别明显。尤其是乾隆两帝，特别是康乾两帝多次下江南，零距离广泛接触各种南方戏剧。皇帝喜欢什么，天下人就投其所好，大家一窝蜂扑上去钻营什么。帝王意志成为决定清朝戏曲文化发展大方向的风向标。在清朝中前期，康熙极为推崇昆曲，此外对源自江西的葛调也有一定爱好。乾隆是兴趣广泛的文化杂家，瘾大，但水平不见得有多高，就跟他这辈子写了4万多首诗一样，数量真不少，质量真不行。他看戏也是这个风格，兼收并包，什么都爱，但眼光见地显然不如他爷爷康熙。徽班能进京，也多亏了乾隆这种来者不拒的风格。在乾隆晚期和嘉庆时代，京城梨园界是一副百戏争艳、花雅竞逐的场面，昆曲逐渐式微，同时存在各种地方戏以及他们为适应地度环境而演化的变种，通称乱弹。梨园行里夸一个人懂得多，恭维他会说昆乱不党，意思就是昆曲和乱弹如果这个形式一直保持下去，徽剧也只是乱弹中的一种。虽然不会产生京剧，又是随着后清朝帝王个人意志的变化和社会政治风云变化给京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乾隆之后，嘉庆本来也是个酷爱看戏的皇帝，但嘉庆18年发生天理教暴动，在这次暴动中，早有太监加入该教成为教徒，还为教徒武装闯宫做了内应。太监是有机会靠近皇帝的内官，这些人竟然被策反，岂能保证皇帝的安全？受到刺激的嘉庆帝心态也就变了，觉得皇城里不明来历的闲人太多，甚至都是隐患，决定对皇城内已有的各类皇室服务机构展开一次减员清退。南府和景山两处的外学名人教习因故被大批革退。嘉庆25年盛夏，嘉庆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文宁继位，次年改元道光。道光帝是个常把节省挂在嘴边的抠门皇帝。就在道光元年，他颁布了道谕旨，缩减南府规模，完全撤出景山，继续大幅裁退2个机构的名人教习，每人发10两银子遣散费，让苏州织造衙门把他们送回原籍。如果在老家已经没有亲友故人，可酌情留京安置。道光7年又下达谕旨，除了再次裁退外学名人，干脆把南府改叫升平署。这几项政令一出台，就导致苏州织造衙门从江南挑选民间优秀伶人北上北京，充实皇家剧院的100年风俗，从此基本终止。道光看戏的需求几乎由升平署的内学太监来满足了。好，这已经到145页了，今天也是差不多念了1个半小时，明天我们继续啊，这个越来越好玩了这个内容。OK， 明天见啊！我是大妈，欢迎大家订阅大妈的多重宇宙啊，祝大家生生不息啊，繁荣昌盛。